我之前一直追更另一个姐妹想亲嘴的相亲视频。对，哎，那个人他们怎么了呀？爷，你查查，你问问那个姐们儿，这都多少天了，他怎么了呀？一点进展都没有吗？人失败了也跟我们说一声啊！爷，你快查查他怎么了？他就算失败了，他也得告诉我们一声啊！怎么一点动静都没了呢？是不是啊？哦，有后续，今天有后续。李毅说有后续，我看看啊，发来了，有后续。我先看看在哪儿。坏了，坏了，朋友们！哎呀，故事的结局怎么是这样啊？先给你们念了吧，趁着人少念了吧，一会儿人多了，这个都得伤感。但我来更新结局了，提前预警，BE 了，但是对我来说也是好事儿。事情是这样的，第4次见面结束之后，第2天他给我发消息说，跟家里人商量了一下，还是想找一个工作稳定、工作有保障的女孩。然后我挺懵的，缓了一会儿。其实前几次见面都挺好的。我在医院工作嘛，不知道他是不是对我的工作性质有误解啊？可能是编制上的问题吧啊，可能是我妈提供的信息有误。反正我这个人主要也是看感觉，感觉不对立刻就撤吧。虽然也没相过几次，很少我相亲能有后续的。感觉对了，就算是他家在外地，没房没车，朋友都劝，我也能劝自己。我觉得如果1个月的相处最后能够败在一个工作问题上，那真是见面聊天都白聊天了。前几天他甲流了，我还给他买药呢。他去医院看病，我下个班还去看他。不对，你不就在医院？笑死！最后换来了一句，说我是温柔善良的女孩。啊，这说的是我吗？我觉得是，我觉得是。那些年的情爱终究是错付了，这个男的不值得。穿黑色衣服谁不会啊？有的是。而且他其实长得也没多好看，也就顺眼而已。容我先缓2天。我的闺蜜说的对，我这种没见过男人的牡丹就要多见男人，多谈。所以接下来我要继续相亲了，多相亲，我要一天见8个。没了，好吧，祝你顺利吧。哎呀，这故事的结局，祝他顺利吧。给这个李野，给这朋友送点我们那个巧克力吧，钻石脆巧怎么样？送酒不合适吧？先别送酒了，这怎么就送上酒了？送那个钻石脆巧吧，吃点巧克力，心里甜一点，嘴里脆一点。祝你下次亲嘴成功，去吧，加油吧。
伤感呐，还行啊，也不是伤感啊，其实挺好。只是我们更想看到的是吧？我从我私心来说啊，我不管你们了，我不知道这个小卖部其他人是怎么想。从我私心来说，我倒不是说多期待你们这个恋爱谈成，我伤感是就哪怕最后没成，咱们就是行吧，也行，也挺好，未必是坏事。你说他都是费了那么大劲了，对不对？也行吧，也挺好，没亲上也挺好。说不上哪个更后悔啊，朋友们，这亲了和不亲，不知道哪个更后悔啊。好的，咱们读另一个吧。刚刚的故事已经暂时结束了，新的一段孽缘又要开始。但我之前一直追更另一个姐妹想亲嘴的相亲视频，我也是一个想亲嘴的小女孩呀。都什么自我介绍？春娇，别蛋，我在下也是一个想亲嘴的小女孩。这都什么自我介绍啊？这都是。1月底的时候认识的，那没多久啊，这不就1个月吗？1月底的时候认识的，他比我小2岁，他是天蝎座 I 人，我是射手座 E 人。哎呀，我这么不懂星座和这个爱什么 TP 的这个人的人，我都感觉不太妙呢。天蝎座 I 人，射手座 E 人。我是不太懂啊，但听起来好像一开始我感觉也一般，并没有什么心动的点。但是我后来跟他聊天，发现我们都养了一只小猫，还有好多不吃的菜也都一样，等等，我仿佛遇见了我的知己，这就知己了。这就知己了。啊？世界上，你帮我估算一下，养猫的男人有多少？2个亿啊，2个亿，在我国就有约3000万。这肯定也是估算，这玩意儿谁统计？估算。也就是说，这没什么，那谁还没个忌口啊？发现我们都养了一只小猫，还有好多不吃的菜也都一样，我仿佛遇见了我的知己，这就知己了。于是开始比较上头，应该就是从第2周开始吧，我就特别的想亲嘴。我意外的刷到了你，这是什么大数据？好诡异呀！这是小红书，你在干什么？小红书，这是什么大数据？这是什么推荐规则？这什么算法？行，好，把我刷到，好，应该就是刷到了那个之前教人家亲嘴，我真是作孽，太诡异了。我们本来计划他休息的时候进行第4次见面，结果碰上了他主管过生日，特别讨厌，就没有建成。于是我们又约了第2天晚上。之前我问了他对我是啥感觉，他说挺好，想继续接触。我就下定决心，我今天晚上必须先牵个小手。吃完饭，我可谓是费尽心机了，尽量跟他走到没啥人的小路上，因为他社恐，我怕人多他直接跑了，我就完蛋了。行，你们都这么理解这个社会的吗？他跑了就完蛋了？
我还得憋着不让自己笑出来。我一般干坏事之前真是有点藏不住呀。走着的时候，我把手伸出来，他说干嘛？我说你手伸出来。他可能是知道我想牵他手吧，他就说太早了吧。这男的也是，我心想都快1个月了啊，怎么就早了？我说我想拉个小手，然后他食指给我，食指这样，你说我想拉个小手，这男的说这样，啊，这样，食指给我。他理解的十指紧扣是不是这样？就是说这小伙子以前也听说过十指紧扣，他是不是以为十指紧扣是这样？十指紧扣，食指给我。我说你不要这样。哦，我说我不要这样。这女孩说我不要这样，他就一直说太早了吧，太早了吧。他现在手心都出汗了什么的。我说你要不就试试呗，他还是说太早了。后来他发现我的手小，开始跟我比手的大小。我说你还有渣男比手环节呀？哎呦，这个已经固定下来成为一个环节了吗？哦，不知道，没人通知我。啊，这已经是环节了。我说你还有这渣男比手，这已经固定下来了吗，朋友们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没人通知我一声呢？结果他比完手就揣自己兜里了。最后还是没有跟我拉上小手，蛋呐，是不是他不喜欢我，还是真的太早了？想听实话吗？我往下再看看啊。蛋，救救我！我只是一个想拉手、想亲嘴的小女孩。后来我俩就尴尬的走到了地铁口，在等车的时候，我跟他说，我只是想拉拉手，没有别的意思，你别多想。（括弧其实我有啊蛋，但是他手都不给我拉，亲嘴我就更不敢提了。）括弧上车以后，我也没咋说话，在刷手机，我太尴尬了，不知道说啥。他突然说了句：“下次他休息的时候，带我去想吃的披萨店。”但是我又怕他食言，他又怕食言。我说下次再说吧，万一有别的事儿呢？后来他说要提前1站下车，他不想走路了。我说没事儿，你不用送我。他说不行，太晚了，看看地铁口有没有共享单车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再走路送我。我俩呢，在一个地铁口下个车，但是家的方向不一样。我当时就祈求千万不要有共享单车，这样说不准在路上小路上我还能再试试拉起他的小手，结果有电车。你说这破共享单车，需要他的时候一辆找不着，不需要他是满街都是，还给我个电车都来了，太坏了这共享单车。于是我就想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我记得但之前这儿还有一个姐妹是骑小电车的，我记得那个姐妹在后座没有让男嘉宾闻到香味，你记得那是同一个姐妹。一般来说就是能集多种特质，让人闹心，屡次快成功的边缘又莫名其妙缩回，这些都是一个人啊。这很少有人能集齐这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。你说就是那个人，就是没亲成那个，就这也是他。我记得那个姐妹在后座没有让男嘉宾闻到香味。括弧，然后我脑子里就想着是我得让他闻闻我的香味儿，嘿嘿。于是我特别聪明的跟他说：“那我载你吧。”然后我们就试了一下，他说不太合适，
确实不太合适，这共享单车太小了啊！共享单车能载人吗？啊，这哪儿的共享单车能载人啊？不能吧？有吗？是我孤陋寡闻了吗？有能载人的共享单车吗？不能吧？电车可以吗？电车也不能吧？有啊，可能是有啊，我确实我不知道啊，这我印象中不太行吧？我感觉好像这个道路交通好像就是不让载人的。我说那好吧，最后还是他载的我啊，闻香味失败了，呜呜呜，那你没闻闻他吗？我坐上去的时候还说他，你都不让我拉小手，我能拽你衣服吗？他说能，不然你就掉下去了。嗯。于是我就在后面拽着他的衣服，我当时特别害怕，我倒不是怕掉下去，而是怕掉下去了被他看见，可就丢人了。然后他用2个胳膊使劲的夹着我的手。你们这自行车骑的这是个什么造型啊？用2个胳膊使劲的夹着我的手，说怕我掉下去。这样骑啊？有没有可能是你的这2只手放在他的嘎吱窝里啊？他不得不夹住，一种本能反应。太危险了。首先，这个电车能不能载人，我也不知道你们当地的那个交规，但是这个太危险了，这听着以后不要再这样了，太危险了，听着，这太危险了，不行啊，以后咱们那个是吧？道路千万条啊，安全第一条，好不好？恋爱谈不谈得成随便，你这不要开玩笑，骑车2个胳膊使劲的夹着我的手。然后到了我们小区门口，我就说个拜拜，哎，我还叹了一个气，懊悔没有牵上手。但啊，我还是想拉他的小手。他这到底对我有意思还是没意思啊？但帮我分析分析呗。你们觉得有意思吗？咱们一起分析分析。其实我心里已经有答案了。你们觉得有意思吗？没有，对，基本没有。基本没有。接触都1个月了，你都知道你家在哪儿了，也不是第一回送你了，是不是？你这信号都不能再明显了，说想牵牵手，给了你个1，什么意思？一定会签到，是这个意思吗？给了你一个承诺，说以后一定会签到哦。不对啊，这是一个已婚妇女追忆青春回忆的故事。我来看看，它藏在我心中多年，从未与人分享。我有这个荣幸吗？像一场短暂又绚烂的烟花，照亮了我生命中的某个瞬间。哪个瞬间？过年的瞬间。我们最初是朋友，因为有许多共同的朋友，渐渐熟络起来。他帅气、幽默、聪明，是个典型的海王。好，
而我那时也忙于周旋于其他的追求者，所以对他并不来电，一直像哥们儿一样相处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因为约会对象放他鸽子，向我吐槽那家餐厅正好在我公司附近，反正也不用钱，我就下班跟他吃了个饭。那晚的灯光灰暗，酒精的作用下，气氛变得微妙。我们越过了朋友的界限，吃了牛脆脆。第二天，我虽然有些尴尬，但心里其实觉得自己赚到了。我们都很清楚，这段关系不会有结果。我即将离开这座城市去追求梦想，而他因为家族企业必须留在这里。更何况我太了解他的过去，知道自己无法信任他，也没法 hold 住他。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维持了2个月的地下关系。白天我们在朋友面前依旧谈笑风生，夜晚我们像恋人一样分享彼此的快乐和秘密。我喜欢他的幽默，喜欢和他在一起的轻松感。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，常常聊到天亮。那段时间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。然而这段关系终究是一场短暂的梦。我最终搬离了那座城市，一切戛然而止。多年过去，我过上了曾经梦寐以求的生活，嫁为人妻，承担起家庭的责任。偶尔在朋友的社交媒体上看到他的身影，我们心照不宣，互不联系。生活的琐碎，婚姻的争执，亲人的重病，让我时常感到疲惫。恍惚间也会想起那段时光，我明白这段关系之所以让我震撼，是因为它像一场精心编织的美梦。它懂得如何让我心动，而我恰好在那时需要一个出口。如果这场梦继续下去，或许会变成一场噩梦。对，有些爱情就像黑夜里的烟花，短暂却绚烂。天亮之后，阳光洒满大地，你明白自己并不想要黑夜，但依然会记得，也庆幸曾经有那么一个瞬间，那场烟花点亮了整片天空。与人为善，你蛋。好的。来，朋友们，点个关注。哎，算了，我还是说吧，姐们儿，有这种感情，只可以跟我说，好吗？我感觉你马上就要控制不住了。姐们儿，我感觉你的那个小手已经在加他微信的边缘了，姐们儿，控制住啊！还有什么话想？你还可以给我投稿，好吧？千万不要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。烟花这个东西啊，看看得了啊。这什么文学手法？这还从那个故事中间开始，上来就是一个转折词。可是我从来没看过那样的笑，那个明媚的媚眼，如丝的让人心怦怦跳的笑，那种一瞬间坠入爱河的感觉。但我来投稿了，想写一下我的莫名其妙的恋爱脑时刻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手法？倒叙的手法，插叙的手法。多年以后，他甚至是我在 Gap 时碰到的一个酒店前台小哥。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出酒店门的时候。那你 check in 的时候他不在。我一边走啊，换班了应该是。我一边走一边玩手机，一抬头差点撞到他。他正好笑着看我，我心里想着，我今天看起来很搞笑吗？但他好帅啊，真是惊鸿一瞥。第二次见到他是一个清晨，我在酒店的沙发上吃饼干，他经过看了我几眼。这么好的一个植入点，但是我的饼干产品却不在我的手边。
我现在很难受啊，我感觉我的心跳漏过一拍。再念一遍啊！我在酒店的沙发上吃饼干啊，他经过看了我几眼，那时他不笑，显得有些严肃，甚至有点凶，还有点早班打工人的怨念感。我突然有点慌。后来我开始化全妆，好像歌词哦。我突然有点慌，后来开始化全妆。好的，之后呢，每次进酒店看到他都会用那种浑厚低沉的声音掷地有声地说您好。我总是不好意思的抬头看。有一次我在等电梯，正好他要从电梯里出来，作为酒店前台，他站在里面等着我先进去，然后他再出来，我等着他先出来，我们在电梯门前对视了好久，然后他先走了出来，说了您好。于是我微笑着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好久。接下来每次见到他，他就开始热情地和我打招呼，但走出酒店的时候经过他，我还是不好意思看他，只敢趁关门的瞬间偷看他一眼。每次这一眼都碰巧看见他也正笑得特别灿烂地盯着我，美得让我有些失神。甚至他注意到我的目光时还会挥挥手和我打招呼，完全是那种温暖的桃花眼，真是媚眼如丝的男人。桃花眼长什么样啊？我搜一个，媚眼如丝的桃花眼男人什么样？我真不知道什么样。哎呦，哦，行，确实挺那个啊。张凌赫的，哎呦呦呦，给人播出来了。可以，确实啊，好，理解了，看到了。退房的那天，他在外面吃早餐，打扫卫生的阿姨叫他进来。什么意思？退房的那天他在外面吃早餐，打扫卫生的阿姨叫他进来。看见我，他立刻浮现了笑容，眼睛亮了起来。他一进来，我赶紧说您好，我办一下退房。他的笑容瞬间凝固了。办完之后认真的问我，你是要考试了吗？不对，低沉了，你是要考试了吗？我说对，明天考试。他说祝你考试顺利。我笑了，我和他说谢谢，而且你真的好好看。他也笑了，几秒都没有说话。我就赶紧拿起行李箱回去等外卖。阿姨还夸我这小姑娘真可爱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听见他和阿姨说人家将来是要当老师的。你俩之前交流过呀？你俩之前交流过的细节怎么不跟我讲讲呢？这怎么挺了解你呢？这给我讲讲呀！我以为你俩就是关门开门的时候互相看几眼呢，这不聊过天了吗？你不说呢？他比我了解你啊，都知道你考试啥的，我哪知道？你你这文学手法太突然了，还留白，留的挺白呀，这白啊，这个留白比我衣服都白。但考完试过后没过2天，又有新的通知，我又回来了。这一次正好是他上班，他帮我办入住。当我进来的时候，他正倚靠在前台，淡淡的笑着看我，语气里有些打趣：“这刚几天，你又来了。”我回答他，刚接到通知，要准备另一个面试。那时候我的语气莫名有些正式。后面的几天，我总是匆匆忙忙进酒店，疲惫不堪。他会微笑着：“你不是 gap 吗？”哎，算了，不纠结了。前面他又说 gap，这怎么又成这么疲惫了呢？怎么又？哎，反正就是，两个人就是对，这么吧，一直那个擦肩而过。几天后，我又来办退房。那天我特意晚了几个小时出来，想等他上班的时候再跟他说几句话。结果前面有个女生在我前面，她笑着办理好手续，还和人家说了几句，送走了客人。轮到我时，她没有再笑了，只是淡淡的递过我的证件，完全没有抬头看我。
我顿时愣住了，心里有些失落，仿佛刚刚的温暖笑容都消失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看见我没有走，才说了句：“办好了。”然后他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，又说了一句：“拜拜。”于是我怅然若失的回家了。但我感觉我总是会对一些温柔的场景印象格外深刻，可能尤其是在迷茫和缺少安全感的时候。过去很久了，还是觉得他为什么笑得那么明媚勾人。工作啊，工作，酒店前台见到客人要笑，保持明媚，是工作的一部分。啊，明媚笑是工作的一部分，但是为什么明媚又勾人呢？姜太公钓鱼啊，姜太公当前台，愿者上钩，是吧？我这天天上班，我觉得我觉着我也挺明媚的。我这小卖部不也是开门做生意吗？我搁这一坐，不也嘻嘻嘻嘻的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点个关注。你咋不觉得我勾人呢？啊？你可能现在看着我还有点生气，多少？为什么？我不是姜太公啊，对不对？跟长相也有关系啊，当时也不全，主要还是跟这个桃花眼有点关系吧。我刚看了两眼那个桃花眼，我搜了一圈，确实挺帅的。从来不爱在直播间买零食，在你那儿买了好几次了，恐怖。完了吧？我这个叫什么呢？勾钱啊，也挺好。你好，我是一只药水姐，这都什么词儿啊？我是一只药水姐，我喜欢的人是钻哥，钻石萃巧的钻哥，他是药水姐。10年前认识的，兜兜转转居然在一起了，到今天为止已经在一起半年了。他是一个聪明到极致的人，专业领域登峰造极，兴趣广泛，而且都能玩到半专业的水平。心理强大且成熟，包容度很高，能够接纳许多不同的想法，会照顾身边的人，就是对自己的身体不是很上心，体检报告不认真看，该吃药复查有时也会忘记，为了把事情做好会熬夜熬得很厉害，很矛盾，对吧？聪明都用在了利他的事情上，面对自己的时候就有点傻。我本不喜欢这人间，但他是唯一的例外。我对所有人都淡淡的，父母、曾经的恋人、朋友，因为觉得所有关系都需要我去维护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让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了活着真好。自私一点说，我很想在他身边多留一会儿。咋的啦？钻哥是生了什么？我这有点害怕了。钻哥是生了什么病了吗？离开我们了？我不敢那个调侃了，我往后先看看啊，这么吓人呢？这个铺垫呢？咋了呀？啊？没有呀，你这吓我干什么？这什么用词啊？自私一点说，我很想在他的身边多留一会儿，你就留着呀，谁不让你留了？谁拦你了？吓死我了！他的眼眸里有星辰大海，我只能欣赏。我看着他，就像看着一个孤独的沉思者，他的智慧和善良注定了他的孤独。他可以理解别人，却从来没有人可以理解他。我觉得你挺理解他的呀。
你不这不就正在理解他吗？偶尔他生病或者累了，都是一个人静静的待着，我在他身边感觉什么也做不了，给不了他对等的爱，他不需要被照顾，那是种深邃的孤独，彻骨的寒冷。他曾经爱过一个人，真诚且热烈，为爱奔赴远方，放弃了当时拥有的一切，但是很可惜，那个人得到了之后没有珍惜，后来对方依然觉得不够，就分开了，所以我算是捡漏吧。那你珍惜呀。现在想来，那时候的他应该会有一点点期待被爱吧。想问一下蛋总，如果人生是如此的孤独，那么相遇的意义是什么？我应该离开了吗？不应该，而且不应该这么想问题。我最大的遗憾与他有关，遗憾这么好的一个人不曾被珍惜。那你将来珍惜他呀。最后他变成了云淡风轻的模样，他的寂寥再也不会被安抚。哎，我真是我这个很多刻薄的话，我真的是不想脱口而出。李大，与人为善，李大，与人为善，与人为善。我吃点瓜子儿。姐们儿，哎，我组织一下语言。就是这个人啊，就是很多这个人啊，在爱情里啊，有一种拯救别人的情节、冲动，想当浪子回头看到的那个岸啊，想当这个什么迷失的少女，完了那个最后的那个港湾，就是想给他救了，就觉得之前碰到的都不对，只有我可以。别这么想问题。就是不要有这种拯救别人的心啊，人家用不着你。好吧？你觉得他孤独，你觉得他眼神深邃，你感觉他眼睛像大海，他乐在其中。你觉得他迷失，你觉得他迷茫，你觉得他人生走了错路，人家快乐的时候你没看见呢，干啥非得救人家？啊？话说回来了，人家这眼神不像大海了，不孤独了，那你还爱他吗？爱的不就是他身上这股海味吗？嗯，你就爱你的，你就真心的爱他，为他好啊，你就做你觉得那个，哎，感谢酷送的礼物，你就做你觉得对你们的关系，对你对他对好的事情，你就自然一点，你别老想着出发点是我要救他，不是，你就说爱他嘛，你爱他就好了，你老救他干啥呀？
会不会改变？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。但是呢，就仅就刚刚这封信来说，机会不大，姐们儿。你这个心思已经就是就拧住了。哎呀，最后的结局也不容乐观。最后的结局大概是这样的，感谢 Crystal。啊，英你啊，最后的结局大概就是，哥们儿拿起一根在我这儿买的炒干条，我还是没有办法摆脱我的孤独。你走吧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大概就是这样。你好，感谢你在艰难的时光里给我带来的一些快乐。不客气，我呢被朋友们戏称为泥瓦匠，原因是我撞了多次南墙后毅然决然爬起来继续砌墙，再往上撞。快展开说说。我和男嘉宾认识了近2年的时间，刚开始的大半年，他跟我保持着 situationship 的关系，但是不愿意和我确立男女朋友。后来我的情绪逐渐失控，多次跟他争吵，他切断了和我的联系，说他要冷静一段时间。他冷静了1个月后再回来找我，说失去我的时候感觉很痛苦，想和我在一起。哎，我的妈！后面又一堆，他工作就忙啊，提出见面，晚上打电话，后面变成了电话也不接，什么。看看啊，他也觉得很委屈，他觉得他改变了，努力再多陪我，但我总是不能理解他。最后的结局是在一起，啊，最后的结局是在一次我挑起的争吵后，他选择了分手，我进行了一个挽回的大动作。有多大？我看看，不给展开说说呀？没说呀，就说之前还有个挽回的小动作，后来这次进行了一个挽回的大动作，但是这次他没有答应，放你一马啊！这哥们儿放你一条生路，还不跑，还不跑，还不跑！我在分开的时间里反复反思我的问题。我不应该定义他所有不符合我心意的行为为不爱我，我也不应该在争吵后歇斯底里的攻击他、骂他。我应该更加注重自己的生活，而不是每天等待他来找我，把我快乐的权利放在他手里。还行吧，你这个反思倒是还行，挺有价值。即使我把我思想上的改变跟他表达后，他依然不想再跟我复合。但毕竟我喜欢他更多，我现在更想和他在一起，所以我想用一些手段。我跟他商量，我们现在不谈恋爱了，就约会。我也不要求他做男朋友才要做的事情，也不提复合的事情，我们就享受约会。我希望通过这样可以让他感受我的改变。后续能不能复合，下一步再说。他也答应了，虽然还没开始见面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方法有什么效果，我之后会不会更伤心难过。但他答应之后，我明显心情舒畅了。但你觉得呢？我这样做是对的吗？你呀，如果你真像你说的，你思想上有这样的改变，你能理解自己应该更加注重自己的生活，而不是每天等待他来找你。你应该把快乐的权利留在自己的手里。你如果真的意识到了，就是你俩以这种形式重新又开始约会的话，你如果真的感觉到你是在把快乐的权利放在自己的手里，不会每天等待他来找你，那我支持你啊。但我觉得你啊，你做不到啊。啊，
我的建议是啥呢？我的建议是啥呢？哎，就好好分了，好好在家哭几天，出去找一个爱你的啊。当然你可以试试，是吧？就像我刚说的，在那么多前提条件下，你居然可以试一下能做到的话，哎，那也行吧，你试试呗。这玩意儿是吧？不撞南墙不死心嘛，对不对？你试一下吧。你发现自己咦，好像还是做不到啊，再分呗。万一居然做到了，那么好吧，恭喜你。